如果你经常处于焦虑之中，把所有的事情都往最坏的方向去想，是因为你缺乏了核心信念，那你一定不要错过接下来3分钟的心灵之旅。我要带你在潜意识当中去看到内心的真相，并且疗愈自己。在开始体验前，有2个注意事项。第一个，接下来的体验你会非常安全，所以你需要对我完全的信任。第二个，让你自己处于放松和专注的状态下，先点赞后体验，养成好习惯，开始今天的心灵之旅。请你在一个安静又舒适的环境下进行，可以躺下，也可以坐下。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，感受一阵的放松进入到你的双眼。我会从头到脚提到你身体的每一个部位。每当我提到一个部位的时候，你会主动将它放松下来。放松你的头顶，放松你的额头，放松你的五官，放松你的脸颊，放松你的颈椎和肩膀，放松你的胸腔，放松你的小腹和你的肠胃，放松你的腰椎和你的尾椎，放松你的双臂和双手，放松你的双腿和双脚。你已经处于最放松的状态下，发挥你所有的想象。当我数到3，你会站在一片宁静安全的庭院中。1、2、3。请你仔细观察庭院的大小。在庭院中，你都可以看到什么建筑？在庭院的正中央，有一座雕像。请你走向雕像，仔细观察。这座雕像是什么样子？什么材质？什么颜色？你看到这座神像后，会产生什么情绪？当我数到3，神像会释放出3段不同颜色的光芒，分别是黄色、绿色和蓝色。1、2、3。黄色的光芒会进入到你的身体，停留在你的小腹和肠胃。你会感受到有一种自信的力量正在缓缓地升起。绿色的光芒会进入到你的身体，停留在你的胸腔。它正在清理你所有的情绪和悲伤。蓝色的光芒会进入到你的大脑，让你所有的思维变得越来越清晰。你会感受到越来越放松，将所有的专注力放在你的呼气和吸气上。感受3团光芒给你带来的能量和成长。你会清晰地记得3团光芒给你带来的感受，它们正在缓缓地回归到神像之中。请你仔细观察神像是否发生了变化。当我数到3，你会带着最放松的感受回到现实中来。1、2、3。本视频建议反复疗愈使用，你身上的3处上等福田，千万不要破坏。命由天造，运随心转。我们的命运并非完全由天注定，而是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心意和行为来改变的。而每个人的身体上就有3处福田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好好的耕种，而且种得越早越好，越到后来福报就会越来越多，而且子孙后代也必然会蒙受恩泽，代代相传。那么你知道福田都藏在哪些地方吗？
了凡四训上说，一切福田不离方寸，方寸就是我们的内心。人心里包含了一切福田，这个福田是开拓耕耘还是荒废，全在我们自己。如果接下来的话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请在离开前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在评论区留下心存善念，一起耕耘自己的福田吧。人的第一福田就在于心。佛说，我们每个人的心就是一块福田，可以种植善念或恶念。当我们心存善念时，福田就会生长出福报的种子。例如，当我们无私地帮助他人时，这种善念就会在我们的心田中种下福报的种子。用善良和宽容来滋养内心。善良和宽容是心灵的养分，它们能够让我们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保持平静和坚定。当我们选择善良和宽容时，我们的内心会变得更加宁静，我们的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。在这片福田上，我们播下善良和宽容的种子，就会收获更多的幸福和快乐。有一位老人退休后在老家买了块地，准备盖2层楼的小房子，用来安度晚年。孝顺的儿子就找了位很有名的大师去看风水，一路上如果后头有车要超，他都是避让，并说看来他的事比我急，让他先走吧。车开到镇上，一个小孩嬉笑着从巷子里冲了出来，他赶紧刹车避开，并停在了原处，然后笑着解释道：小孩子追追打打，后面肯定还有别的小孩。等一下到了老家，他家门前的几棵桃树上有几个小孩正在摘他家的桃子。他把车停在门口，让大师稍等一会再进去。大师戛然，他笑着说，小孩在树上摘桃，突然看见主人回来了，肯定会惊慌失措，现在进去吓到他们从树上摔下来就不好了。大师默然片刻，转过身对他说，你送我回去吧，这块地的风水不用看了。这次轮到这位儿子哑然了，开了几十里山路，刚到，你怎么就要走啊？大师感慨地答道，有您在的地方都是风水宝的，有您这样的儿子，老父亲就是有福之人。风水是福人居福底，福底福人居。你要是个福人，你住的地方就一定是福底。如果你住的地方不是福底，你也能住成福底。所有的风水中，第一风水是人，人的第一风水是心。风水养人，却不知人也养风水。好风水是自己修来的，孝顺父母，心存善良，自己的风水自然就好。人的第二福田在于嘴，我们的嘴巴也是一块福田，我们所说的话语，无论是善恶是非，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福田。当我们口出善言时，就会在我们的福田中种下福报的种子。因此，我们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语，避免口出恶言，多说善言，与人为善。中国大部分的家庭矛盾都来自不懂得好好说话。恋爱时有说不完的话，结婚后有吵不完的架。不仅是夫妻关系，与父母孩子之间，我们都习惯指责，语言伤人，是亲密关系里最残忍的一把刀。有时明明是一份好意，但因为表达的语气和用词不对，就完全变了味。傍晚突然下起大雨，回到家时，妻子头发被淋湿了，丈夫一见妻子狼狈的样子，就生气了。这么大人了，出门也不带把伞吗？
活该你感冒。然后拿了块毛巾递给妻子，快擦擦。妻子生气地把毛巾甩开，走进卧室，砰的一声狠狠关上了房门。简单的几句话就成为了夫妻之间战争的导火线。也许丈夫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。夫妻之间心中有爱，嘴上有情，有话好好说，家庭自然就和睦了。家庭和睦是一个家最好的风水。反观我们在社会工作中，因为出言不逊得罪人的地方也比比皆是。嘴是福祸之门，给我们带来的麻烦和灾难太多了。爱说尖酸刻薄的话，就会得罪人。人活一张脸，树活一张皮。打人不打脸，揭人不揭短，龙游逆鳞，触之即死。你让别人没面子，别人肯定要找回场子。瘸子面前不说短，胖子面前不提肥，东施面前不言丑。不要把心直口快当成真心情，说话口无遮拦，祸就从口出。说话不讲诚信，人际关系越来越差，运气怎么能好？与持人贵慎言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。心好是福田，但也需要好好说话，才能守住财富的大门，不漏福，风水才能越来越好。人的第三福田就在于行为，我们的行为也是一块福田。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福田，而当我们行为善良时，就会在我们的福田中种下福报的种子。因此我们要时刻保持镇静，避免行为不端，多做善事，利于我们的人际关系发展和自己的修为。所以说，福报其实就藏在这三个地方：心、嘴、行为。心要好，嘴要慈，行要善，这三种福田。换句话说，也就是让人们都与人为善。佛学认为，人的生命是苦海无边，只有通过修行才能达到解脱，而修行的核心就是与人为善。佛教的与人向善强调慈悲宽容和互助，它不仅是一种道德准则，更是一种修行方式。在佛学中，与人向善的世界不仅可以帮助个人减轻烦恼和痛苦，还能为社会带来和谐与安宁。中国人的与人为善，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。与人为善是一种道德追求，它强调的是个人的自我修养和对他人的关爱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。一个拥有满满正能量的人，吸引的也必定是好的人和事。这也是人们常说的吸引力法则。心是根，嘴是花，行为就是我们的果。只有通过这三个地方的传递，我们才能种下善因，收获善果。帮助他人是行善，不占小便宜也是善。左宗棠说，好便宜者不可与之交财。不占小便宜是一种教养，占了小便宜却失去了大家的信任，得不偿失。所以我们常说，抢着买单的人朋友最多。钱多人傻不是真傻，是他愿意。人人心里有杆秤，久而久之，大家会尊重他。吃亏是福，不占小便宜是一种大智慧。好人缘怎么来？不计较得失，爱帮助别人，做事注定会处处如鱼得水，这样风水自然就好。俗话说，得人心者得天下，得人心才能广开渠道，才能获取更多信息。
得到更多的资源，收获别人更多的帮助，从而发现更多的机遇。有的人为什么总是运气那么好，都和他的为人处事息息相关。爱出者爱返，福往者福来，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。爱行善的人，每天不愧于行，无愧于心，吃得香，睡得好，也受周围人尊敬，心情好，身体就好，一切进入良性循环，人生皆顺。所以最重要的风水与外物关联不大，都在我们自己身上。古代的三皇五帝驾崩之前，哪一位不是请的最有威望的大师，看好的最好的风水呢？他们都希望千秋万代，但真正能世代兴旺的又有几个？有人说，人有40%的命理风水，也就是我们老人常说的祖上积德，这是我们的上辈行善积德留给我们的财富。而60%的风水取决于自己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当一个人积极行善，不愧天地，不愧自己的良心，就能积攒起自己的好风水，从而一生平安，万事顺意。思想决定行为，行为决定习惯，习惯决定性格，性格决定命运。这就是通过自己的风水改变命运的真相。存好心，说好话，行好事，人生没有不好的。我们该如何养好心的能量，才可以更好地关照身心，回归内在呢？有3个原则要注意。首先，我们要避免提前刻意地去观察，我们要等心理感受在心中暂时升起了，才去知道它。先让心理感受或情绪自然地升起，然后再知道它已升起。如果生气了，知道它已生气了；如果贪心，生气了，知道它已生气；如果心胡思乱想，知道它胡思乱想已发生。为什么我们必须在现象升起后才去知道它呢？这是因为许多生气的心理感受或情绪都是烦恼，如生气、贪求等。每次心只会升起一种状态，因而当非然无心生气时，烦恼就不会生气。比如正饮现前的时刻，生气就不会同时存在。生气这个烦恼消失，取代了它的是非然无心。这个非然无心，就是那个觉知刚刚什么已发生了的观察者。不要刻意地等着下一刻什么会升起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让心感受或情绪先升起，然后知道它已升起了。有一个例子可以示范这个方法。想象一下，一只野狗突然向我们奔扑过来，我们感到害怕，我们知道害怕，生气了。我们不能事前预设这件事的发生，当然我们应该走别的道路，避开这条狗。我们不能继续往前，让狗来咬。我们再看什么会发生。有人说让狗来咬是了也，却不知这正是在造新业。我们要恰当地采取行动，避免受伤害。如果我们和一位朋友在一起，我们会跑得会比我们的朋友快一些才好。或者我们要练习如何自我牺牲去助人，我们就跑得比朋友慢一些。这是另外一个主题，我在这里讲解的。当下许多人心已跑出去了，有些人迷失在我所说的话中，有些人迷失在他们的念头里，而有些人心已漫游，回到别的地方去了。回到主题，我们不要刻意地去看新年。许多人目的性太强，他们等着禅修课程开始，内心想着当课程开始时，
真的要好好看我的心，但恰恰相反，什么也没有发生。这是因为他们提前专注于此，使得他们的心反而停止不动了。当我们投太多注意力在某一处时，就不会有多少运动变化。让我们来观察，因为心静止不动了。相反，我们要以最自然的方式来禅修。每次当心去想，或眼耳鼻舌身意与外界接触时，一种心理感受就可能会升起。此时觉知什么心理感受升起了。当我们听到一首歌时，喜欢它，知道喜欢升起了。如果有人大吼大叫，欲望心也许会生气。我们可能想知道那个人在叫喊什么呢？觉知想知道的欲望升起了。听一会后，我们意识到他正对着我们嚷了。想知道的欲望消失了，气囊突然地出现了。此刻我们的工作失去，知道气囊已升起了。在事实出现之后，知道一次又一次，尽可能多的知道。所以说，观察心眼不是提前专注的去看，而是知道已经发生的心理现象。现在我要你们开始观察心，观察它。你有没有看到你的心开始冻结，静止不动了？这是因为你刻意的去观察心，这是一种错误的方式。那么现在开始，我们不观察心了。来听我讲一则古老的故事。你是否觉得你开始放松了？当一些轻松的娱乐的事情将要发生时，我们的心就会放松下来。此时觉知心已放松了，这才是正确的方法。刻意的去观察会使我们僵化，事情就不会自然的发生。因而正确的方法是不带目的性的，不刻意去看，而是事实发生后，知道什么发生了。这是关于观察。新年是3个原则中的第1条。我需提醒大家一点，我们知道时，我们要快点知道。我们不能今天生气了，明天才意识到自己生气了。当生气已升起时，我们需要趁生气还在时就去认知出它。如果生气已消失了，我们知道在消失过了1小时后才知道，那太迟了。我们应该当生气还在那时去认出它。我们将注意到刚刚一瞬间，前往生气了。现在我知道我们会看到，当我们有正念知道的那一刻，生气就不会存在。现象生气之后才去知道，并尽可能在接近生气的那刻，不带目的性的去知道。一旦当我们能够以这种方法去认知初心的不同状态，正念就会自动到来，一条导向智慧的离苦的解脱之道就开始了。正确观察心念的第2个原则，不要滑入到任何你所觉知的心理现象或情绪中去。一般来说，当我们想了解某件事时，我们的心就移向我们感兴趣的地方。现在就试试，让我们看看手臂上有多少出生时的胎记。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的心听到这句话之后就跑去看你的手臂？我不是要关心你的手臂上有多少胎记，我是让大家注意，心已跑出去了。心不是稳定的，决心还没有扎根，它正滑入它正观察的对象。当我们阅读较远处的东西时，我们能够轻易地看到这种现象发生。阅读较远处的东西，比如墙上的海报、交通标志等，我们的心跑出去阅读，接着他就开始思考，然后就在头脑里重复刚才他看到的东西。当我们观察心念时，我们要有距离地去知道已升起的现象，好像我们没有介入所发生的事件中去。
一样，一旦确认知道了，就不要靠近那情绪或心理状态。比如生气，生气了，看着他好像看到别人刚刚在生气，心此时只是观察着，在观察者与生气之间保持一段距离，不要专注在生气上。禅修者大多容易进入，或专注在刚一所发生的对象上，就好像看到电视上正演着我们喜爱的节目时，我们就一头扎进去那样。从现在开始，无论何时心跑出去了，去观察其他对象的事，我们就知道这个情形发生了。当我们看到这个情形发生了时，心就会自行稳定下来。我们不试图强迫心觉醒稳定，内观禅修是不带任何强迫性的，它只是如实的知识相。如果有强迫，就会产生压力，这就表明修法有误。因而当心潜入到某些事情中时，我们知道就够了，不要强迫它回来。当我们想起某位朋友时，我们的心就掉进入念头之中，完全忘了觉知自己的身核心。我们需要知道掉局发生了，这样心就会渐渐扎根稳定下来。当我们看足球赛时，我们不要站在赛场看，我们在观众台上看，有距离的看。球员们在场上跑来跑去，我们却很稳定。我们和比赛之间有距离。同样的，在音乐会上，我们坐在我们的椅子上看乐队演出，我们不占据这舞台上，在我们和表演之间有一段距离，我们仅仅是观察者。这就是我们怎样观察我们的心理感受或情绪，有距离的观察，不进入，不黏着心理感受或情绪。当我们如此观察时，我们要尽快知道已发生的现象，这样心就从现象中分离出来，此刻就成为了观察者。观察心念的第三个原则，不干涉原则。我们不采取任何行动去干涉已认出的感觉或心理现象，无论什么发生了都没有关系，我们让它发生。生气了，我们不试图让生气消失，我们的工作仅仅是知道心在生气。我们尽最大努力只是成为观察者，而不是挡路的干预者。当痛苦来临时，我们不试图除掉痛苦，我们只是认出它在哪。当幸福升起时，我们不试图使幸福延长。美好的境界来临时，我们不试图保住它，我们只是平静地知道，对于到来的一切，不挽留，不拒绝，不抵抗。第三个原则，正式的说法，是以平等心去知道所升起的现象，那就是无论什么现象出现了，心公正地、中立地去看待它们。平等心的产生是经由观察认出心的喜欢或不喜欢而达成的，也就是对已发生的现象，心产生的喜欢或不喜欢心，再次去观察这喜欢或不喜欢。通过多次观察，认出心的喜欢与不喜欢，平等心渐渐产生了。平等心不是强迫心，处在中立状态，强迫会产生压力。美观时没有控制，拒绝抵抗，我们根本不必做任何事情。在任何给定的时刻，无论什么状态升起，我们知道心在哪种状态就可以了。如果我们看到一位美女走过，贪爱升起了，此时我们不要去寻找一个方法去除掉这贪爱，也不要试图赶走这美女，尽快认出心起了贪爱就可以了。如果不喜欢这个贪爱心就不公正了，他对这贪爱有嗔心，
想让贪爱消失。此时我们要知道嗔心已升起了，我们要知道心不平等，快乐升起了。如果我们喜欢这快乐，心就不中立。此时我们要知道喜欢升起了，无论何时，一种心理状态升起了，心喜欢或不喜欢它，我们认出这喜欢或不喜欢。如果我们持续练习，平等心就渐渐产生，我们将以平等心去知道所有心理现象。这就是怎样正确有效地观察心念的第3个原则。如果要加上第4点的话，那就是大量的练习。如果我们能够每4个念头中就能看见一个念头，那么涅槃肯定1天就可以达成，因为我们已种植了成就涅槃的所有善因。在通往涅槃的每个阶段，心将发生大的转变，苦会大幅度的减少。总而言之，我们修习佛法，以便有一天苦不再在心中升起。我们通过练习知道心念的方法，来实现苦的窒息。每次当苦潜入心中时，看到它，最终它会自行消遁，不需要赶它走。当我们以这种方法去观心，我们将会对任何生气的现象如实了知。我们会看到身和心的本来状态，我们会看到身和心不是。我们持续地观察身和心，我们将看到身心之流的变化无常，看到它们的虚幻不实，看到它们苦的自然属性。此时我们会渐渐冷静客观地看待这一切，我们会对身和心的粘着中解脱出来。解脱升起时，知道解脱已升起。我们从什么中解脱出来呢？是从对身和心的粘着中解脱出来。我们从苦中解脱出来，因为苦存在于身和心中。你看到了吗？只有身和心这2个地方会产生苦，一旦解脱，苦就消失。我们完全觉醒，充满喜乐，不再需费力去维持什么了。你们肯定听过古老谚语这么说：学习是一辈子的事，人生是一所学校，活到老学到老。这是因为世间知识的学习永无止境，这世间不断制造出新事物，所以需要不停地学。而佛法呢，一旦涅槃了，心从苦中解脱了，就不再造作，不再虚构。一旦从苦中解脱了，我们就不再需要学习我们的佛法，学习就完成了。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。佛法不只在佛经里，也在对生活的感悟、对生命的思考中。